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温哥华成为全球第3位最负担不起的城市。根据2022年 Demographia 国际住房负担能力调查报告中使用的一种称之为中位数倍数的衡量指标，这是一种价格与收入的比率，使用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收入中位数。去年排名第2的温哥华，今年被澳大利亚城市推到了第3位。温哥华是世界上仅次于香港和悉尼的第3个最负担不起的城市。调查发现，大流行刺激了住房负担能力的空前恶化。在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房价在大流行期间飙升，买家将锁定储蓄投入到房地产中。年度调查对8个国家的92个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进行了评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爱尔兰、新西兰、新加坡、英国和美国。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住房城市，在92个住房城市中排名垫底，成为全球最负担不起的城市。纽约排名第73位，伦敦排名第79位。温哥华的房价与收入倍数为 13.3 倍，这意味着房屋的成本是平均年收入的13倍以上。这一数字高于大流行前2019年的 11.9 倍。世界上最负担不起的城市香港的中位数倍数为 23.2 倍，其次是悉尼，为 15.3 倍。继温哥华之后，其他最昂贵的城市是圣何塞的 12.6 倍和墨尔本的 12.1 倍。最负担得起的城市是美国的城市匹兹堡，为 2.7 倍。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是全球排名中第4位负担得起的城市。该报告称，在大流行期间，住房负担能力显著恶化，中位数倍数为 5.1 以上，被定义为严重负担不起的城市。与2019年相比，2021年增长了 60%。加拿大4人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一项新的在线调查中，近1/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他们感染了 COVID， 而大约3/4的人没有感染。在民众努力应对第6波 COVID 大流行中，与公众分享的数据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的感染率高于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水平。4月8日至10日对1538名加拿大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无法分配误差幅度，因为基于互联网的民意调查不被视为随机样本。30%的18至34岁受访者表示他们感染了 COVID， 而5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有 12% 感染了这种疾病。疫苗接种状况也发挥了作用， 38% 的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被感染，而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则为 20%。近3/5的 COVID 受访者表示他们有轻微的症状，而 14% 的人表示他们有严重的症状，但并没有阻止他们进行日常活动。1/5的病毒感染者表示他们有严重的症状，使他们躺在床上。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害怕感染 COVID 时，受访者平分秋色。44% 的人说他们害怕感染病毒，而 45% 的人说他们并不害怕。尽管如此，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大流行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自1月份加拿大人被问及以来，这一数字增加了约30个百分点。3月份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研究了长期出现 COVID 症状的北美人的经历，其中1/4是加拿大人。在那些表示他们经历过 COVID 长期影响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患有疲劳，几乎一半来自肌肉和关节疼痛。这些发现与最新的 COVID 毒株类似于流感或普通感冒的看法相悖。年龄在30至34岁之间的受访者声称有 COVID 的长期症状，这让人们意识到 COVID 的长期风险和症状，以便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些疾病的发生。加拿大3月份房屋销售量价齐跌。加拿大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在3月份显示出降温的迹象，因为售出的房屋数量和平均售价都比上个月的水平有所下降。
周二，代表全国超过10万名房地产经纪人的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报告称，平均而言，在全国范围上市的房屋平均价为79万6千加元，这比上个月的历史高点81万6720加元下降了约3%。这是过去2年内加拿大房价快速上涨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下跌，这一趋势令人关注。平均销售价格下降，实际售出房屋数量也有所下降。3月份的总销售额比2月份低 5.6%， 它们也比1年前同月的历史高点下降了 16%。虽然低于2月份的水平，但与1年前相比，平均售价仍上涨了 11% 以上。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在放缓。3月份的年增长率约为2月份 20% 的年增长率的一半。全国平均价格指数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很容易被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大型昂贵市场的销售所扭曲。房价指数 HPI 作为衡量市场的更好指标，因为它会根据住房的数量和类型进行调整。HPI 在3月份增长了 1%， 与2月份 3.5% 的增幅相比明显放缓。然而，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 HPI 每年仍以惊人的 27% 的速度增长。多伦多经济放缓的迹象，这一趋势在4月份变得更加明显。在加拿大央行在过去2个月的2次加息后，买家疲劳可能会开始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加息。温哥华昂贵的市场也显示出降温的迹象。3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平均售价为129万加元，略低于上个月的132万加元，但价格仍高于1年前的116万加元。投降或死亡，顿巴斯决战。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军队发动了等待了数周的攻势。周二晚上，俄罗斯炮击了乌克兰1260个目标，同时也遭到火箭弹和大炮的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二晚上在视频讲话中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为顿巴斯而战，他们已经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俄罗斯已经聚集了整个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部队参与攻势。泽连斯基描绘了一幅乐观的画面，导弹袭击只会导致俄罗斯的自我孤立。他认为，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军火工业无法像在前线发射导弹那样迅速地提供更多的导弹。然而，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俄罗斯军队现在正在比以前更加有计划地行动，他们正在寻找乌克兰军队防御的薄弱环节。与此同时，在被围困、被毁坏的马里乌波尔市，俄罗斯向躲藏在巨型钢铁厂的最后的乌克兰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在中午前投降，要么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所有放下武器的人都保证活着。对于所有选择在工厂内放下武器的人员，我们将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给予他们相应的战俘待遇。在巨大的 Azovstal 钢铁厂下面，据信这是乌克兰军队的最后一个基地，士兵们仍然躲藏在那里，那里有无数的建筑物、高炉和铁轨。俄罗斯军队在工厂内为希望投降的乌克兰士兵开辟了一条通道。莫斯科将其部队集中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旨在完全控制该地区。而在被围困的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受莫斯科支持的武装部队开始猛攻乌克兰军队在该市内坚守的最后几处据点。俄罗斯国防部简报称，俄罗斯空军轰炸了乌克兰军队的60个军事设施，并摧毁了其中3个指挥中心，同时摧毁了乌克兰的2个用于储存战术导弹弹头的仓库，和乌克兰军队的13个据点，以及步兵部队和导弹装备的集中地。在马里诺瓦地区击落了乌克兰的米格杠29战斗机，并且在彼得罗波尔、马拉亚卡米什瓦卡拦截了2枚导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从周一早上到周二早上，在攻势开始时，俄罗斯军队损失了大约200名士兵、12辆坦克、2架飞机和其他装备。基辅估计，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的总损失为20800名士兵。
在周末，俄罗斯国防部将乌克兰人的总损失提高到约23000人，这些数字很难核实。英国首相府一位安全官员说，乌克兰冲突的下一阶段将是一场持续数月的消耗战。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